一个经济体的增长究竟可以寄托在多窄的一条缝隙上？答案是93。不是说经济增长了 93%， 而是增长里面的 93% 来自同一个地方。过去4个季度，从2025年第2季度到2026年第1季度，美国实际 GDP 增长的 93% 来自一类资本支出。这类资本支出本身只占 GDP 总量的不到 4%， 一个不到 4% 的小角落撑起了几乎全部的增长。就像一幢大楼，30层的重量压在一根柱子上，柱子还是借来的。把这件事写出来的人叫 Joachim Clement。5月19日，他在英国金融时报发了一篇专栏，标题是 The Impossible Maths of the AI Boom， 人工智能繁荣的不可能算术。文章不长，结论很硬，这 93% 几乎全部来自信息处理设备和软件投资。而这一类投资的最大支出者，微软、谷歌、亚马逊、Meta、Oracle， 按各自宣称的资本支出增长路径推算到2030年，隐含投资回报率几乎全部为负。要在这套资本支出上赚到 10% 的回报，需要每年额外创造2到5万亿美元的收入，而他们现在每年合计的收入大约是15000亿。这件事最反常的地方不是数字本身，是 Clement 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。去年秋天，哈佛的 Jason Furman 用同一套 BEA 数据，信息处理设备与软件投资及其对实际 GDP 增长的贡献算过同一件事。他给出的数字是 92%， 时间窗是2025年上半年，两个人相隔半年，用同一种方法，在同一种数据上得到几乎一样的结果。92% 和 93% 之间的那一点点差，是季节的位移，不是分歧。这种数字出现一次可以解释为意外，出现2次且解释方法相同，那就不是意外了，那是结构。而 Kevin Warsh 刚刚走进了 Eccles Building。Eccles Building 是华盛顿宪法大道东南角的一幢白色大楼，美联储自1937年起在这里办公。5月13日，参议院批准 Warsh 接任主席，随后他正式就职。这是他第2次走进这栋楼，上一次是作为美联储理事。2006年到2011年，恰好覆盖了次贷危机最深的那2年。那一段岁月给他留下的标签是鹰派，反对量化宽松，对资产价格泡沫的耐心很低。15年后他回来，看到的是这样一张账单：通胀同比 3.2%， 核心通胀 3.4%， 伊朗战争把布伦特原油推到93美元一桶。市场原本预期它会延续 Powell 后期的鸽派路径，至少维持住2025年下半年那3次降息。但他就任后 CME FedWatch 工具显示的隐含路径开始扭转，降息预期基本被市场抹去，年底前加息一次成为基准情景。FedWatch 给出的隐含概率接近70%，这是市场在重新定价，不是定价数据，是定价一个人的性格。前财政部高级顾问 Joseph Laverna 那一周接受 CNBC 采访，主持人问他下一步政策走向，他说下一步更可能是加息而不是降息，幅度有多大很难说。市场把这句话推演成了一个更刺眼的数字，100个基点。Laverna 自己没有说过那个数字，但市场去推演它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什么。因为如果100个基点真的发生，那5家最大资本支出者的现金流折现就要变形了。按本文的概念性测算，把那一套 AI 资本支出看作一个长久期项目组合，修正久期大约 4.1 年，加权资本成本大约 10%， 组合隐含回报率大约负 12%。 75个基点的加息相当于现值打击 3.1%， 100个基点相当于 4.1%。 要让隐含回报率回到0以上，这5家公司在2027年的资本支出指引必须下调 14.7% 到 15.6%。下调这一节以后
按信息处理设备加软件这一项对 GDP 的净边际贡献大约45个基点。估算2027年实际 GDP 增速的直接净拖累在 6.6 到 7.0 个基点之间。这是不算乘数的算法，如果加上乘数效应，加上半导体代工、光模块、特种服务器、数据中心、电力基建这些上下游链条的同步降速，可信的拖累区间在20到40个基点，极端情形下50到70个基点。而美国2027年的 GDP 增速基线本来就只在 1.8% 上下，20到40个基点的拖累意味着 1.4% 到 1.6%， 50到70个基点的拖累意味着 1.1% 到 1.3%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事不只是一个估值问题，它是一个关于增长的问题，关于增长建立在什么上面的问题。历史上有过4次类似的时刻，每一次都是同一个故事的变体。一根柱子撑起了整幢楼，然后柱子被抽走了。第一次是80年代末的日本。1985年9月22日，5个国家的财政部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字，日元在6个月内升值4成。日本央行为了对冲日元升值萧条，把官方贴现率从 5% 砍到 2.5%， 当时全球主要央行里最低的。流动性灌进资产市场，土地和股票价格同步起飞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一度占 GDP 接近3成，住宅和商业地产投资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长期徘徊在2成到2成5之间。90年代日本失去的10年，最早的一行字其实是1987年11月26日写下的。那一天，周刊东洋经济刊登了野口优纪雄的文章《被泡沫膨胀的地价》。野口用一个简单的贴现模型证明，东京地价已经高出由实际租金回报支撑的基本面价值数倍，这个差额必须由信贷持续扩張来填补，否则就要落回去。文章里他用了5个字：借来的增长。日文原文是借りてきた成長，5个字，轻得像一片秋天的叶子。它落下去的地方，整个时代沿着它的轨迹也塌陷了下去。那一年，日本央行还没开始收紧，野口的文章在经济学圈子里被议论了几天，然后被忘掉了。1989年5月，日本央行开启加息周期。1990年8月，贴现率到达 6% 的顶点。利率见顶后第8个月，1991年春天，住宅投资和中小企业建筑设备开支显著失速。再过10个月，1992年初，商业地产资本支出进入断崖式崩塌。实际 GDP 增速从1987到1991年间的年均 5%， 掉到1991到2003年间的年均 1.2%。那个 1.2% 被史书写成了失去的10年，但其实失去的不是10年，是后面一直延伸到2012年才开始松动的20多年。野口优纪雄那时候已经写过另一本书，在书里他把这种繁荣称作复合萧条，金融资产和负债同步虚无扩张的会计游戏。他写下借来的增长那一年57岁。第二次是1996到2000年的美国电信。1996年电信法签字以后，全美电信运营商对骨干网、光纤、宽带基础设施发起了一场毁灭性的投资竞赛。一个被反复引用的行业共识叫做互联网流量每3个月翻一番。这句话被装在路演幻灯片里，被印在分析师报告封面上，被路过国会山的电信高管们说得像不证自明的真理。事后查证，这个数字最早只出现在 WorldCom 的内部市场推广材料里，没有任何独立来源，但它推动了30亿美元在4年里变成3000亿。电信运营商的资本支出在那4年里以每年 28% 的复合速度增长，而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只以 10% 增长。信息技术投资在克林顿2期那几年，平均每年直接拉动 GDP 增长 0.75个百分点，
这是新经济神话最核心的一块基石。Global Crossing 在那场盛宴里铺下了200亿美元的海底光纤。2002年公司破产清算时，那张横跨大西洋的物理网络以2亿5千万美元的价格被打包卖掉，200亿变成2亿5千万，实际资本回收率 1.25%， 也就是说 98.75% 的资本在物理上被完全毁灭了。WorldCom 走的是另一条路，底层投资回报转负，线路租赁成本攀升。CEO 在董事会面前必须交出高增长答卷的那2年里，公司把38亿5200万美元的当期运营成本从损益表搬到了资产负债表上，把成本重新定义为资本支出。这件事被一个叫 Cynthia Cooper 的人发现了，他是 WorldCom 内审部门的副总监，1999年加入，2002年3月开始注意到那些不正常的资本化分录。他没有得到上司的授权，和同事 Jim Morse 在晚上偷偷拷贝硬盘数据，带回家分析。到6月，他已经能完整还原出全部76亿美元的资本化造假。他把这件事报告给审计委员会主席。2周后 ，WorldCom 申请破产，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宗。Cooper 那年38岁，事后清算的时候，全美各大城市间铺设的数百万英里光纤里，实际通电承载数据的活光纤占比不到 3%， 剩下的 97% 作为暗光纤被永久埋在地下。物理上那条光纤还在，每根都在，但它们对应的资本回报归零了。2000年3月，美股科技板块见顶，10个月后，2001年1月，全美电信运营商开始系统性削减资本支出预算，到2002年，全美有线电信资本支出暴跌至486亿美元，比2001年的925亿缩水 48%， 2003年继续跌到402亿。那段时间，美国宏观经济直接被拖进了2001年的衰退。第3次是2008年以后的中国。2008年11月，4万亿方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确定，最初的预算口径相当于当时中国年度 GDP 的 11% 到 12.5%， 但真正的扩张通过另一条通道完成，地方融资平台。各级地方政府以一家或多家国有企业作为壳，向银行借钱，绕过中央对地方债务的限制，把信贷推进基建项目里去。基建及关联资本支出对 GDP 增长的综合贡献率，在2010到2014年间稳定在2%左右。到2018年底，全国地方融资平台积累的计息债务总额，根据 Rhodium Group 的估算，在41万亿到51万亿人民币之间，相当于当时中国 GDP 的 51% 到 57%。其中越来越大一部分的新发债纯粹用来偿还到期的旧债。到2019年第1季度，这个比例是 78.7%， 借新还旧，旧债不消失，只是换一张脸继续在账上活着。2016年，3位经济学家白崇恩、谢长泰、宋征在 Brookings 发表了一篇论文，题目叫《一次财政扩张的长期阴影》。他们用地方融资平台的微观数据证明，2009到2010年那次刺激，不只是把 GDP 拉起来又落下，而是把后续10年的资本配置永久性扭曲了。他们的结论浓缩成一句话：信贷被引导到资产回报率显著低于资金成本的国有企业和地方平台，民营企业被挤出，宏观全要素生产率从此结构性下台阶。白崇恩那年52岁。中国实际 GDP 增速从2010年的 10.4% 到2011年的 9.2%， 到那个10年的中后期稳定在 6% 上下。2023年官方口径 5.2%， 每一年都比上一年慢一点。每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这种慢解释为换挡。第4次是2014到2016年的美国页岩油。2010到2014年上半年，国际油价稳定在每桶100美元附近。
水平井加分段水力压裂的技术突破，让页岩革命变成一种信仰。美国能源独立，对沙特说不。21世纪的西部淘金，德克萨斯、北达科，他宾夕法尼亚的小镇上突然涌进卡车和钻塔，旅馆订满，餐厅排队。2012到2013年间，页岩油及天然气开采资本支出平均每年直接为美国实际 GDP 增长贡献了 0.2个百分点。但页岩井有一个残酷的物理属性，新井在投产首年的产量递减幅度是 60%到90%，这意味着一口井1年以后只剩1/3的产量。要维持总产量不下降，你必须不停地打新井。这种结构使得整个行业对外部高收益债和股权融资极度依赖，像一台跑步机，你不是在前进，你是在阻止自己后退。2012年，全美页岩油行业的平均钻探盈亏平衡成本在每桶70美元以上。2014年6月，国际油价开始下跌，6个月内从100美元跌到60美元，又过6个月跌到30美元。在这12个月里，全美页岩油行业的边际投资回报进入深度负值，每打一口新井都是亏的，而你又必须打。2014年11到12月，独立制油商在制定下一年度预算时，宣布把2015年度资本支出削减 20% 到50%。从油价见顶到资本支出预算下调，实质只有5到6个月。2014到2016年期间，全美能源勘探与开采资本支出累计萎缩约 50%。那时，国际能源署的几位分析师曾在2014年第3季度的月度油市报告里指出，页岩油的边际投资回报在油价跌破70美元时会迅速转负。行业对外部债务的依赖意味着任何融资环境收紧都会触发连锁出清。这份报告在能源分析师圈子里传阅了几天，然后被一篇关于沙特增产决心的市场评论盖过去了。2016年 MIT 的 Christopher Nitto 和合作者发表了一份实证研究，在2014年第2季度到2016年第1季度期间，由于油气钻探投资暴跌 48%， 美国名义非住宅固定资产投资年化增速被拉低到 1.5%。如果剔除油气投资的崩塌，非住宅投资本来可以增长 4.6%。油气投资坍塌给美国实际 GDP 增长带来 0.67个百分点的累积负拖累，扣除进口折减后净拖累 0.57个百分点。这一负效应几乎完全抵消了低油价带给消费者的全部红利。4次，3个国家，4种叙事，4根柱子，把它们摆在一起看，会注意到一个共同的形状，像河流在不同的地质条件下冲刷出几乎一样的河道。每一次都有一个外部触发，日本是广场协议，电信是1996年电信法，中国是雷曼兄弟破产，页岩油是2014年沙特那场不肯减产的赌局。每一次触发后2到4年，一个特定类目的资本支出加速扩张到失常的水平。每一次扩张都靠某种叙事，日本第一，互联网流量3个月翻番，基建拉动内需，能源独立。这些叙事没有一个是凭空捏造的，每一个都有真实的技术或政策基础，但每一个都被推到了远超基本面能承担的速度。每一次都有一个人或几个人在事情还没崩之前把数字算出来了。野口优纪雄、Cynthia Cooper、白仲恩与谢长泰与宋征国际能源署的那几位分析师，每一次他们的算术都是对的，每一次他们都没能阻止接下来发生的事，因为算术虽然对，触发崩塌的却不是算术，是流动性，是利率，是油价，是中央政府的某次政策转向。算术只是事后给那个崩塌提供一种解释方式，让人们能说我们本来应该看到的。可是本来应该看到和确实看到了之间隔着的不是视力，是意愿。从底层投资回报转负到 GDP 实际见顶回落，4次的平均时制是12到18个月，其中市场化
靠公开资本市场融资的2次，电信和页岩油，实质只有5到10个月。有政府担保或监管宽容的2次，日本不动产和中国地方融资平台，实质被拉长到24到30个月。AI 资本支出不是政府担保型，它是市场化型。微软、谷歌、亚马逊、Meta、Oracle， 每一家都对自己的股东负责，没有任何一级政府承诺帮他们还债。他们的融资来自资本市场，估值锚在公开股价上。这意味着，如果触发生在2026年下半年 ，Walsh 的第一次加息 ，AI 资本支出的实质性收缩窗口在2026年第4季度到2027年第2季度之间 ，GDP 的实际下行窗口在2027年下半年，而2026年只剩7个月。把第1期、第6期、第9期和第10期摆在一起看，是同一组词在4个层次上的回响，像同一块石头投进水面，涟漪一圈一圈向外扩散，每一圈的水温都比上一圈更低。第1期写过底牌，全球通胀最大的隐藏推手不是劳动力或货币，是数据中心吃掉的那部分电。那时候说的是外生通胀如何通过能源价格压缩 AI 的利润率。第6期写过物理学的耐心，变压器交期120周，卡塔尔氦气 PFAS 化学品停产。那时候说的是物理瓶颈会以阶梯式的方式筛选玩家。第9期写过路线图不等于战报，美国封顶论的硬证据空白，中东主权 AI 合同那一栏写着待兑现。现在是第10期，第10期谈的是 AI 的存在本身，它的资本支出周期如何在统计意义上变成了美国 GDP 增长的会计支柱，而这根支柱的隐含回报率为负。4篇文章是同一个故事在4个时区上的展开，每一篇都试图描述一种借的姿态，借电、借时间、借兑现、借增长，借总要还，但还的时间和方式不在借的人手里。2026年的春末，从雷德蒙德到西雅图，从门洛帕克到奥斯汀，超大规模云厂商的财务团队正在准备第3季度的资本支出指引。微软的 Amy Hood、Alphabet 的 Ruth Porat、Meta 的 Susan Lee、Amazon 的 Brian Olsavsky、Oracle 的 Safra Catz，5位首席财务官各自做着同一件事，在投资者会议召开之前，决定要不要把2027年资本支出预算的数字往上加，还是把它压住。他们都看过 Clement 的那篇《金融时报》，他们的桌上都有一份内部测算，比 Clement 的简化模型详尽得多。分项目类型，分客户类型，分折旧曲线，但内部测算的结论方向和 Clement 是同一个。在当前资本支出路径上，2025到2030年的合并隐含回报率几乎全部为负，除了亚马逊例外，因为亚马逊有 AWS 这条已经盈利20年的现金流主管道。他们也看过 Anthropic 的第2季度， Anthropic 那个季度收入109亿美元，首次实现5亿5900万美元运营利润，比此前预期至少提前2年，运营利润率 5.1%。这是一个剃刀边缘的数字，但在前沿模型行业，这是第一次有人把它跑出了正号。Anthropic 之所以做到了，部分原因是它的算力来自 AWS， 部分原因是它的销售渠道挂在 Bedrock 上，部分原因是它的客户群体集中在企业而不是消费者。5位首席财务官看着这件事，得到的结论不完全一样。微软的内部测算会问，如果 Anthropic 的客户开始用 Bedrock 而不是 Azure OpenAI， 微软的资本支出是不是部分花错了方向？谷歌的内部测算会问，如果 Anthropic 证明商业模型可以在 5% 的边际利润率下走通，那意味着前沿模型的总市场规模可能比之前估计的更小，因为没有人能在 5% 的边际下支撑无限增长的资本支出。Meta 和 Oracle 各有各的问题。亚马逊不问，亚马逊已经赢了。
但在7月底的财报会议上，5位首席财务官几乎可以断定都会说同一句话：我们维持2027年资本支出指引。因为在加息真正发生，在 Clement 的算术被市场接受，在第一家公司说出我们要削减资本支出之前，没有任何一家能率先说，谁先说谁就承认游戏结束了。这种局面有一个学术名字，叫协调失败。每个参与者都知道继续下去是错的，但每一个人单方面退出的成本都比继续下去更高。像一桌人打牌，每个人手里都是烂牌，但没有人肯先亮。历史上4次资本支出周期，最后都是被一个外生力量打破了协调失败的均衡。日本是1990年8月的最后一次加息，电信是2000年3月的纳指见顶，中国是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供给侧改革，页岩油是2014年11月 OPEC 那次不肯减产的决议。2026年这一次外生力量的候选有几个？Walsh 的第一次加息，伊朗战争把油价推到$130。Anthropic 上市招股书披露超出市场预期的成本结构。某一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因为内部回报率测算的压力先开了口。哪一个会先发生？目前没有人知道，但其中任何一个发生都会触发同一种连锁。Clement 不是英雄，他是 Panmure Liberum 的策略分析师，50多岁，在伦敦工作，每周写2篇时事评论。他不在哈佛，也不在彭博。他的 Substack 订阅者大概是几千人，主要是欧洲的资产管理同行。他5月19日那篇《金融时报》不是头版头条，是评论板上一个3栏的方块。Furman 也不是英雄，他是奥巴马时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，现在在哈佛肯尼迪学院教书。他半年前在 Twitter 上贴了一张 BEA 的截图，写了2行字，下面跟着10几个回复，大部分是同行，说算得真好。野口优纪雄那篇文章发表在周刊东洋经济，那本杂志现在还在，每周还在发，地铁报刊亭还卖。1987年那期的封面早就被回收了。Cynthia Cooper 后来获得了《时代周刊》2002年度人物，她现在做公司治理顾问，住在密西西比。白崇恩、谢长泰、宋征的论文发表在 Brookings 的会议论文集里。会议论文集的影响因子不高，3位作者继续在各自的大学教书。白崇恩现在是清华经管学院的院长。国际能源署那几位分析师的名字写在月度报告的内页，那种内页一般没有人翻。他们都不是英雄，他们只是在该算的时候算了，在该说的时候说了，然后市场继续按他自己的节奏走，直到某一天他不能再走为止。那一天到来的时候，没有人记得是谁先说的，也没有人需要记得。但下一次，一定会有下一次，会有下一个 Clement， 下一个 Furman， 下一个野口优纪雄。每一次资本支出周期都需要他自己的算术员，而算术员的命运是被证明正确，然后被遗忘。按 BEA 现有日程，下一次 GDP 数据发布预计在2026年7月下旬，那一天会公布2026年第2季度的初步估算，里面会有一张表 Table 1.5 Contributions to percent change in real GDP。 那张表上有一行叫 Information Processing Equipment， 它下面紧挨着另一行叫 Software。 把这2行的数字加起来，再除以同期 GDP 增长的总贡献，就会得到下一个百分比。如果那个百分比仍然在90以上， Clement 和 Furman 的算术再次得到确认。如果它开始往下走，比如降到80、70，那就是资本支出周期开始回归均值的早期信号。发布那天，那张表会在上午8点半出来。CNBC 不会重点报道，因为这种数据通常被埋在 BEA 新闻稿的第5页，彭博的实时博客会把它一笔带过。但在5位首席财务官的桌上，那张表会被打印出来，也会被打印在 Walsh 的桌上，也会出现在 Clement 的下一篇专栏里。2026年的夏天会很热，
德克萨斯、加利福尼亚、亚利桑那的电网负荷会再创新高。弗吉尼亚北部的数据中心走廊上，新的变压器仍然在按120周的交期排队。Loudoun County 的居民会再去开公用事业委员会的听证会，反对自己的电费上涨给数据中心买单。Anthropic 的招股书会在某个时间点提交 ，OpenAI 会跟着提交。SpaceX 已经在6月上市，估值17500亿。所有这一切都会按各自的节奏发生，但在所有这些日历事件之下，那个百分比93会继续被每个季度的 BEA 报告重新计算一次。它可能上升，可能下降，可能稳定。每一次新的数字都会让 Calment 的算术更确定一点，或者更不确定一点。故事到了这里没有结尾，因为它本身还没有结束。借的人还在借，借的钱已经化为光纤、铜缆、机柜、GPU、变压器、冷却液和阿什本郊外几万平方英尺的金属屋顶。那些屋顶在夏天的阳光下反射出惨白的光，像一排排没有名字的墓碑，也像一个个尚未打开的信封。偿还的时间还未到，但那张 Table 1.5 会一直更新，每个季度更新一次。它不会撒谎，